随着年纪老化呢，这个脂肪垫外层的阔颈肌有可能慢慢的也会松弛老化。肌肉老化的话，这一块脂肪垫就有可能膨出来，使得你的这个双下巴这一块肉呢就会更明显、更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利用天鹅颈手术，帮助你恢复原本年轻、好看又利落的这个下颚线条，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邱大瑞医师。你是否呢在自拍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无论怎么调角度，总是会有双下巴产生，或者呢，就是明明在医美的诊所已经打过消脂针，或甚至有做过双下巴溶脂了，但是呢，效果总是不好。今天我在这边就是要为各位介绍如何消除这一块双下巴的肉哦。那在介绍这个双下巴这一块肉之前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它的解剖构造。双下巴这一块脂肪呢，不像是身体其他的脂肪，它跟我们的眼袋、嘴边肉都是一样的，里面呢都有一块特别的脂肪垫。这块脂肪垫呢，跟我们的皮下组织是不一样的，不能用抽脂手术就把它抽出来的。那打消脂针呢，也是效果有限，它一定要靠手术的方式才可以把它完整的取出。随着年纪老化呢，这个脂肪垫外层的阔颈肌有可能慢慢的也会松弛老化。肌肉老化的话，这一块脂肪垫就有可能膨出来，使得你的这个双下巴这块肉呢就会更明显、更严重。那除了双下巴的脂肪垫慢慢的下垂以外，我们脸部呢也有可能因为随着时间慢慢的老化而下垂，特别是我们下脸的部分，那皮肤慢慢松弛下垂之后，原本这边下脸的这个表面的脂肪也可能会移到我们的脖子交界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脸部呢看起来方方大大的，不是这种逼脸的一个感觉，那看起来就更不利落，更显得比较衰老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利用天鹅颈手术，帮助你恢复原本年轻、好看又利落的这个下颚线条。那我现在跟各位解释一下天鹅颈手术大概是怎么进行的。这个手术呢，主要分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颈部的这个脂肪垫需要移除。首先呢，我们会在全身麻醉的状态下，在这个下巴的后方大概2公分的地方做一个2.5到3公分的一个小伤口。医生呢就会小心的把这边的组织剥离开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颈部的肌肉叫阔颈肌啊，阔颈肌底下呢就有我们说的这个双下巴脂肪垫。那我们就会把它这个整个完整的把它取出来，就会看到一坨黄黄的油，但是它是硬硬的哦，它不太能用抽脂手术把它抽出来。那我们把这个脂肪垫抽出来之后呢，这个地方体积就会缩下去，那就不会有这个双下巴的感觉了。第2个步骤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把这个脂肪垫移除之后呢，我们两边的这个颈部肌肉呢，它也是有点松弛下垂的。医生就要选用一个很好的缝线，把这两边的阔颈肌呢，把它集中缝合，集中托高的感觉，下巴就会更立体，那看起来就更利落了。那第3步骤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下脸的下垂，表浅脂肪在两侧的部分呢，我们要运用一个微创抽脂的方式，我们会在耳垂的后面开一个很小的伤口，运用这个抽脂的方式呢，把这一边的这个表浅脂肪把它抽掉，下颚线条跟颈部呢就会有轮廓线产生。但临床上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客人他真的是很没有下巴，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轮廓线呢已经是非常的严重的下垂了。这时候呢，不能只单靠抽脂手术就可以哦，我们要运用这个之前有提到的生筋膜层拉皮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会在这个耳后的小伤口，同时呢运用这个拉皮手术的技巧，用缝线的方式把筋膜层把它拉紧到耳后。这样子呢，除了抽脂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筋膜层拉紧，创造一个从前面下巴一直到后面的下颚骨角有一个很利落的一个线条，才可以真正达到这个天鹅颈手术的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天鹅颈手术呢，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这个下垂程度，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是完全一个公式来做这个手术，还是要依照每个人的一个条件，然后来做不同的手术设计，才可以达到最完美的效果哦。有双下巴的人常常会给人觉得憨憨的，不是很精明的感觉。我做了许多天鹅颈手术的客人呢，术后呢都会觉得，
变得非常的利落，而且就是整个人感觉更清爽了。那天鹅颈手术呢，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手术，实际上呢，这个手术的时间大概2到3个小时。那同时它有可能会搭配垫下巴的手术，所以时间可能会再延长。手术的话呢，我们会采用全身麻醉，也就是最安全的方式来帮客人做麻醉。那术后的照顾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在术后可能72小时内有时间的话，就冰敷一下。术后的5到7天呢，要戴一个头套呢，来帮助加压止血就可以了。手术的伤口呢是非常好照顾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伤口呢，就是我们的下巴2公分厚的这个小伤口呢，术后呢有3到6个月擦除疤明胶。几乎半年之后就是非常的不明显。那如果有一些重度的这个双下巴的客人有做到筋膜层的拉提的话，这个伤口也是好好照顾，那半年后也是很不明显的。手术有什么禁忌呢？在术前的话，就是有一些活血的一些健康食品或者是活血的一些药物必须停止。那术后的话，可能辛辣的或者是剧烈的活动，可能到2周以内呢是要尽量避免的。那做天鹅颈手术呢，它这个下巴后的这个伤口呢，通常都是用可吸收线来缝合的，所以是不需要拆线的。耳垂后或是耳后的这些伤口呢，通常在7到10天就可以拆线了。在做天鹅颈手术之后呢，有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比较多，是因为我们表面的抽脂之后呢，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现象，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破颈肌缝合的地方呢，暂时摸起来会有点突突的，或者是抬下巴的时候呢，因为肌肉缝合过紧，暂时呢颈部是不太适合转动。那这些状况呢，大多都是可以经过时间慢慢越来越好。如果说抽脂有一点凹凸不平的话，我会建议在几个月后呢，可以运用自体脂肪，再把这些不平整的地方，再做一些填充，那就可以改善这些不平整的状况了。那看完这一集的介绍，不晓得大家对天鹅颈手术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不晓得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双下巴的困扰？如果有的话，请打 A； 如果没有的话，请打 B。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再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拜拜。